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捷径可以迅速的成为一名专业的摄影师，我可能还真的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如果你问我如何成为一名让别人看上去觉得你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买一颗70-200的镜头就可以做到了。今天和大家聊一下这款尼康的顶级镜头70-200 f2.8 VRS。从1月发布至今呢，不少朋友呢对它充满了期待。那作为这个 Sekako 的大三元镜头之一呢，它的用料呢非常的豪华。这颗镜头呢采用了高光学性能的多种镜片，在对焦系统上面呢也采用了多重对焦驱动系统，可以更精准的对焦。重点是呢，这也是第一颗 Sekako 镜头加入了 VR 的防抖功能的。那首先呢，先说一下它的外形吧。这颗70-200呢，虽然是给 Sekako 的无反相机设计的，但是呢，并没有因此把这个长度和重量呢进行改变，还是保持着又长又粗的这个设计。它的长度呢和重量呢，其实和过去尼康的 F-Carco 70-200 f2.8 镜头呢大同小异。当我第一次拿它手里面，我就知道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不可能像使用这个别的 Sekako 镜头那样子，可以通过这个屏幕拍摄，而是需要使用单反那样子手握持相机，使用这个 EVF 进行拍摄。那我们从这颗镜头的末端开始说起吧。顶部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70-200 f2.8S 的标示了，然后呢就是自动对焦还有手动对焦的这个切换，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对焦形成的拨杆，那可以选择全部形成或者是5米到无限远。而在最底部呢也印有了这个 Made in Thailand 的字样。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颗也是近年唯一一支并不是在日本制造的70-200 f2.8 镜头了。那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镜头的这个尾部呢，还有一个自定义的这个控制环，那可以呢自定义多种功能，例如呢光圈、ISO、曝光补偿等等。那这个功能呢，其实主要就是为这个视频录制而设计的，这样子呢可以更顺畅的更改设置。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三角环部分和 F-Carco 的70-200一样，可以拆除。不过呢，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会安装在这上面，这样子更方便我使用。这款镜头呢，还是和这个2470 f2.8S 那样子提供了这个 LCD 屏幕，可以通过 Display 这个按钮呢，让它显示出不同的信息，例如焦段、光圈还有对焦距离3种信息。而侧面呢，还有一个 LFN 的按钮，可以自定义多种设置，可以设置的内容呢非常的多。而我呢自己把这个按钮呢设计成这个 3.0 固件版本中的对象跟踪功能开启，这样子呢，在我拍摄的时候，我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开启对象跟踪的对焦模式了。那在对焦环部分呢，它是在镜头的中间，阻尼呢非常的顺滑。那紧接着呢，我们又看到一组自定义的这个按钮 LFN2， 上下左右都有，总共有4个按钮。在这个按钮呢也是可以设置的，那我呢就设计成这个回看按钮，因为这样子呢，在拍摄的时候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通过这个 EVF 看到我刚刚所拍的照片了，而不需要把相机拿下来再看屏幕，这样子呢就更加的方便了。最后呢就是这个变焦环了，大概旋转90度左右就可以从70变焦到200。而我们看到镜头的最前端这个部分呢，只是个装饰，并不是自定义的这个控制环。镜头的这个滤镜口径呢还是77毫米，这个镜头呢拥有非常复杂的这个镀膜设计了，可以更好的抵抗眩光，并且呢减少色散。同时呢，镜头的幅度膜呢也具有很强的这个抗污特性。那在遮光罩部分呢，还是这个花瓣型，里面呢还是和2470 f2.8S 那颗镜头一样，使用了绒面设计。那看来呢，新的 Sekako 镜头里面呢，拥有这个绒面设计的这个遮光罩内壁，还有这个 LCD 屏幕呢，就是顶级镜头的标配了。在拿到这颗镜头之后呢，我立刻带它去了不少地方，拍摄了接近2000张照片，拍了不少视频，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展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那在锐度方面，它是非常的出色的，无论是中心锐度还是边缘锐度，哪怕在 F2.8 光圈全开的时候都非常不错。那如果呢一定要追求极致，那在这个70端的时候 F4 开始，200端的时候 F5 左右，边缘锐度呢可以说是完美了。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无论是70、85、105、135还是200焦段下，全开光圈 F2.8 的时候的画质都是非常的强的，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神镜。在眩光和鬼影还有紫边控制方面呢，它是已经做到了极致了，直接对着太阳拍摄，你们可以几乎难以看到这个眩光。那逆光拍摄呢也是非常的强，色彩控制和锐度呢也是
非常的优秀，那紫边问题呢也根本不存在的。这个镜头的色彩还原呢还是很不错的。当我再次看到直出的照片的时候呢，好像又把我重新带回去我所拍摄的场景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颗镜头的焦外还有光斑的表现。那作为一颗长焦镜头呢，我们都非常看重它的背景虚化能力，看看它是否刀锐奶化，看看它的光斑是否漂亮。为了能够更直接的体现这颗镜头在不同焦段的光圈的光斑呢，我也不多说了，直接看片吧。在对焦方面呢，这个镜头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对焦距离，那如果在70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呢仅是0.5米。那如果呢去到200毫米这个焦段呢，最近对焦距离大概在1米左右。那如果想拍摄大头人像呢，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不怕被模特打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拿着这颗70-200往模特脸上面怼着拍摄。在这个对焦速度上面呢，当我们使用点对焦在70毫米端拍摄的话，在焦点切换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切换；在200毫米端的话呢，从近到远的焦点切换的时候，还是有些时候会抽一下才可以寻找到这个焦点。在使用这个自动全区域连续自动对焦模式下，人眼和人脸对焦开启的时候，拍摄人像其实也是需要人物比较靠近的时候才可以识别出人脸，要走到非常近，眼部对焦才会开启。那作为一颗长焦镜头呢，很多人可能希望用它来拍摄运动或者拍摄鸟之类的。那我个人觉得呢，目前尼康的无反相机呢都并不适合。第一就是没有超强的这个连拍功能，第二呢就是自动对焦性能还是差那么一点。那我尝试了用这个动态区域对焦，还有这个自动全区域对焦下的人脸识别，去拍摄球场打篮球的人，还有在飞行的鸟。对焦性能呢还是很一般，那估计呢等尼康以后推出旗舰的无反相机的时候，或者下次推出更好的这个固件更新中，再次提升自动对焦功能，才可以真正展示出这颗镜头的更强的对焦能力了。那在 VR 方面呢，和传统的 F 卡口 VR 镜头并不一样，它呢并不可以在镜头上面关闭的。它的5.5级镜头防抖呢和机身防抖呢是协同工作的，在200毫米下手持拍摄，我并不是铁手啊，但是呢都可以在20/1秒拍摄出清晰的照片。那相比起在拍照的模式下呢，我个人更喜欢它在视频模式下的表现。在视频模式下呢，它的对焦呢非常的安静，除非呢我们把耳朵贴着镜头听，否则呢我是不会听到任何的对焦声音的。那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问它是否是一支 parfocal 的镜头，那就是在合焦之后，在变焦的时候焦点是否会变化。这一点呢其实尼康呢一早就说过了，它并不是的。但是呢它的拍摄视频的时候呢，在呼吸效应控制的呢是非常的完美的，自动对焦也是非常的不错，跟焦功能呢也是十分的强。这一点呢在我上一次的这个视频发布的样片当中呢也可以完美的体现了。我也尝试过手持拍摄一些视频，但是呢由于我是使用路机拍摄视频的，再加上这个路机的这个电池重量真的是非常的重，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纯手持拍摄的话还是有一点难度。总结，其实70-200 f2.8 这样的镜头呢，无论是拍摄人像、风景、静物、人文或者活动呢，都非常的出色，也是不少摄影师相机包里面必不可少的镜头。那对于这颗70-200 f2.8S VR 镜头来说呢，它可以说集合了尼康所有最新的技术和使用了最豪华的材料，但是价格呢也并没有特别的离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各种的优惠活动呢，价格呢也有可能回落去更亲民的价格。从各方面来说，它都是接近完美了。那如果使用尼康的无反相机拍摄照片或者视频，都可以考虑这颗镜头。不过还是那句话，这颗镜头的全部性能呢，还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我真的希望尼康可以推出更强大的无反相机，让这颗镜头的实力可以真正的发挥出来。
那最后呢，感谢尼康中国借出这个镜头让我体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